东海边缘，一道流光急速飞射而来。在此地非著名道侣打卡不必备的景点天涯海角停下了身形。一身青蓝色道袍，伪装过后的青年面容，修长的身影略显单薄，仿佛在印证着他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天庭文臣不善斗法的言语。来的自然是李长寿的本体。太清老爷给他看了小电影，太清老爷给了提醒，让他立刻赶来此地与其他几名圣人弟子会合，而后一同赶往3000世界边缘处置域外天魔之事。域外天魔闯入天道秩序之内，冲入了那一座小千世界中。这些家伙论捣乱也是十分专业，直接钻入了当地众生之中，混入炼气石道心，从而躲过了紫霄神雷的劈砍。天道此刻已将那小千世界封锁，并对圣人发出示警。圣人各自派出自己的弟子，赶来东海天涯海角处集合。李长寿代表人教而来，毕竟人教现在除了他之外，也只有2个童子、1头牛和1头经费燃烧版的老山羊了。李长寿刚抵达此处，东海之中飞射出数道流光，他转身看去，最先看到的便是那道倩影，不由露出温和的笑意，而后目光一扫，眉头越皱越深。圣人选人时，截教圣人老爷能料定，人教派出的肯定会是天庭水神外加乾坤尺、玄黄塔2样宝物，实在不用什么推算之力。所以呢，他就派来了云霄仙子，给2个人多一点的接触机会。可以，这很通天教主老爷。其他几个不重要的圣人弟子也都是跟李长寿相熟，最起码有过一次七情之恶联手交情的高手。3教宝物数第一，一口土洞镇压古今强者墓的多宝道人。截教8大弟子中最为活跃，有洪荒小及时雨之称的赵公明赵大爷，以及阐教阴阳语专家与沉默寡言组合太乙真人与玉鼎真人。但等5位道门高手到齐，黑着脸的李长寿以及面色各异的5位圣人弟子齐齐看向了那个骑着青毛大狗不敢落向这处岛屿的青年道者。这青年道者面容英俊，嘴角带着尴尬的微笑，身下的青毛大狗不断的哆嗦，那本来还算是威武的异兽面容上写满了恐惧。这是西方教地藏。多宝道人打了个响指，背负在身后的双手之中拿着2只海螺状的先天灵宝。道门诛仙顿时就能听到地藏和他坐骑在心底互相传达的对话声。过去了，本主人都不怕，你怕什么？我们是奉老师之命而来，是为着天地做好事。哎呦，主人你自个儿过去不行吗？放我几天假不行吗？你是圣人弟子，他们在意圣人面皮不会杀你，可我只是个无辜被你算计的异兽啊！过去水神不把我扒皮抽筋呐！你瞧，他们锅都拿出来了，水神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手段多脏，主人您还不知道吗？我们异兽的楷模白泽前辈都不是其对手。那是混元金斗，快过去，不然云霄仙子出手，我俩全没了。那狠人，你知道他远古时候杀了多少先天大能吗？混元金斗能够速返本源，大罗金仙落进去也能给你削成金仙。这还是我告诉主人你的。哎呦，真的是，主人你非争抢这活干什么呀？抱怨声中，谛听神兽浑身乱颤，载着地藏缓缓向前。地藏面露微笑，目中带着淡淡的亮光，浑身透着一股祥和慈悲之意，端的是宝相庄严，气质出众啊！太乙真人当真是没忍住，先笑了一声，又背过身去，肩头一阵耸动。小岛上，原本站在李长寿身侧的云霄仙子露出了几分温柔的笑意。赵公明立刻向前踏出一步，就要记起24颗定海神珠。多宝道人传声：师弟，
师妹，这般场合不宜大杀地藏。赵公明点点头，开口道：让西方教的2位师叔费心了，此次外魔危难，我道门3教足以应对，不劳烦道友出手了。地藏淡然道：我西方虽贫瘠苦寒，却也有一份护卫洪荒天地之心，还请道兄勿要为难。多宝道人想了想，在旁轻笑着2位师叔的面皮还是要在意的。这位贫道地藏。地藏在谛听的背上含笑道：见过各位师兄师姐。云霄淡定地收起混元金斗。李长寿面露微笑，看着谛听那有些闪躲的兽眼。太乙真人在旁边啧啧2声：别乱认，喊道友就行了。我们可不敢与你们西方教称兄道姐，指不定啥时候就说我们洞府宝库与你西方有缘了。地藏略微有些尴尬，多宝道人在此地辈分最大，此时招呼一声：事态紧急，诸位先跟我一起过去吧。当下多宝道人手指画圈，天外的虚空中顿时出现了一口土洞，朝着不知何处蔓延而去。云霄仙子架起一朵白云，拖着李长寿与赵公明跟了上去。玉鼎真人也架起一朵白云，带起了太乙真人紧随其后。地藏这儿就很厉害了，因为谛听四蹄发抖，走不太动，只能由他这个主人施展仙力包裹谛听，而后再从容不迫地骑兽前行。当然这个从容不迫是不是真的从容不迫咱也不知道啊。刚飞入土洞，谛听和地藏就听到了前方的笑声。多宝师兄，你这个土洞似乎能够隔绝乾坤，也不知道圣人老爷能否看透啊。谛听立刻就哆嗦了几下，地藏也是面容一黑。还好多宝道人笑道：这个当真没试过，不过应该是躲不过的。圣人已经是跳出大道之外，种种神通匪夷所思。西方二灵齐齐松了一口气，多宝的地洞有跨越乾坤之能，他们在洞内前飞的速度实在是不算多快，否则依照地藏的脚力还真不一定能够跟得上。地藏也无法向前言语，此时只是静静地跟着，等待稍后多刷一些存在感吧。敢前来参与此事，地藏确实是有几分胆识，也是因域外天魔是洪荒之敌，生灵之敌，此次行动乃是天道授意，替天地解除一点隐患。高手可以多去，不可以少去，天地间的大教更不可以不去。若是在此事之间互相内讧，那定会为天道惩处，亦会让几位圣人老爷不喜。地藏承认他也有赌的成分，毕竟他真的不敢保证水神是否会连说话的机会都不给他，直接就把他给杀了。但是很快地藏就发现，他或者说谛听已经不能给水神多少威胁了。自水神骑乘白泽出现在天地间，谛听就再也不提有关水神的半个字。忽听得前方又有讨论声，道门3教这6位圣人弟子已经是站在同一片云上聊天了。多宝道人问：长庚近来可还在为妖族之事发愁？算不上发愁，不过是在等玉帝陛下历劫归来，再对妖族发起总攻。天庭建立了这么多年，玉帝陛下一直在等待这一场大战，给天庭扬威，我也不能把所有事都做了。赵公明抚须大笑：玉帝师叔也是性情率真之人，能得长庚你相助啊，各处宵小，不足为患也。这是阴阳语初级，只是让某西方弟子听着刺耳。太乙真人嗤的一笑：话说回来，那些妖族什么的，竟都被长庚这般3阶正神算计到死，也当真够废物了。这是阴阳语高级。地藏面色阴沉下来，云霄仙子也轻轻皱眉看了眼太乙真人，李长寿却是微微眯眼笑道：太乙师兄，可莫要小看了与天庭作对的这些势力，他们可非是一言两语就能够击退的。
一旁的玉鼎真人轻轻颔首：“长庚师弟说的对。”太乙真人翻翻白眼，念着灵珠子在李长寿那儿学习，且每年回信都说过得快活，也就忍了一手。而玉鼎真人这话落在地藏的耳中，却让地藏心底一阵暗叹：水神竟将三教粘合在一起了，若是如此，当真是我西方之大帝。有多宝道人的土洞，便是云霄仙子也要疾飞数日的路程，竟然被缩短到了半日。待土洞挖到那一处小千世界的雷幕之外，多宝道人与赵公明向前打探情形如何，让其余的几人在土洞中稍后。地藏跳下地厅，迈步向前，身周的淡淡光芒照亮了有些阴暗的土洞。云霄仙子正与李长寿站在土洞的末端并肩而立，李长寿负手，云霄仙子一双柔蹄交叠身前，二人传声说着一些趣事。当李长寿说到玉帝姻缘泥人出问题，云霄听得入神时，地藏径直地走到李长寿面前，低头做了一个道揖，而后昂首而立，笑道：水神，贫道有礼了。李长寿话语一顿，对着云霄仙子歉然一笑，有些无奈地看向了地藏。侧旁的太乙真人抱着双手啧啧称奇：难道这就是传说中对手之间的惺惺相惜？地藏道友莫非是见不得人两位金玉良缘增进感情，特站出来搅局？地藏皱眉：贫道可是打扰了？有一些。道友可有要事？于天地之内，你我立场相对，此前数次隔空交手以后，贫道对水神颇为敬重。今日能与水神携手处置这域外天魔之事，也有意比较一番，看你我今日谁功劳最大，如何？道友有谛听相助，可轻松辨别生灵心声，自是稳操胜券。土洞角落中，谛听颤颤巍巍地向前走出两步，虚弱地咳嗽两声，口吐人言：小手旧伤复发，马上就不能动了。主人，保重啊！跟水神的较量，小手恐怕无法帮您。啪嗒一声，谛听2丈多长的身躯趴倒在土洞中，屏气凝神，身上的仙光一阵强一阵弱。地藏的额头挂满了黑线，太乙真人也是忍俊不禁，云霄仙子目中都流露出了几分笑意。李长寿正色道：地藏道友，此次是为护卫天地而来，你我不应存比较之心，有一份力便尽一份力。争强好胜并非解决问题之道，且你我也不会因为此次之事就更改彼此的立场，没有必要有太多交集。言罢，李长寿拱拱手，转身与云霄继续传声聊天。地藏含笑点头，转身走回谛听的身旁，看着趴在那儿装死的谛听，差点没忍住一脚踹过去。李长寿视线余光扫来，谛听浑身哆嗦了一下，赶紧坐了起来，威严的面容上写满了纯真无害。地藏在心底传声骂道：你怕个什么？哎呦，主人，水神身上有白泽前辈的味道，白泽前辈要算计你我，那是轻而易举。如今白泽前辈与水神联手，除非圣人老爷出手，无人可算。面皮重要还是性命重要？水神可能不是真的要杀主人您，但我听白泽前辈远远地透露过，他是真的想杀我呀。哼！地藏冷哼一声，坐在谛听身旁静静待着。正此时，那多宝道人与赵公明携手打洞而归。赵公明道：长庚，这小千世界中的情形啊，我都打探清楚了，这里存着不少生灵，也已知晓域外天魔混进来之事，总体啊并未混乱。但被域外天魔侵入道心的生灵与正常生灵无太大差异，这个确实有些棘手啊。
多宝道人也道：此地有不少生灵，都是曾守卫玄都城的高手之后，咱们若是能护他们性命，还是要护他们性命的。玄都城距离此地远吗？并无远近这般说法。天道之力最稀薄之地，就能寻到一个缺口，玄都城就镇压在这缺口上。那就好。咱们今日要做的是将域外天魔歼灭，或者是驱逐。我从未应对过这般敌手，也不敢胡乱献策，还请多宝师兄主持大局。多宝看向太乙真人与玉鼎真人，太乙真人笑道：多宝道兄应对就是，贫道二人随时听命。玉鼎真人也轻轻颔首。善。多宝道人温和一笑，便道：接下来咱们要做的就是搜出域外天魔的下落。被域外天魔附身者大多眼圈有些发黑。长庚，你有什么良策？这挨个找下去实在是麻烦，此地生灵也确实有不少。地藏道友的坐骑刚好可以用在此地，或许这就是西方2位圣人老爷派地藏道友前来的主要原因。多宝挑挑眉，故意问：该如何用？太乙真人啧啧一笑：自然不可能是拿他元神炼制成法器。那谛听当即哆嗦了一下。太乙师兄所说倒也算是一用途，不过还是让谛听自己来说吧。唰的一下，坐在一旁的地藏只觉得有一阵狂风席卷而过，原本趴在那儿装死的神兽化作了一道青光，用地藏都没有见过的速度直接就出现在了李长寿的面前。这威武神兽缩小身形坐在地上，老口在李长寿的腿边一阵轻蹭。水神，您尽管安排，咱最擅长聆听万灵心声。地藏的眼神逐渐失去了光彩，自袖中摸出了一只铁锅，啪的一声打了个响指，在下面点起了柴火。